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今天的 Tony 开讲，我要聊的主题是我在旅行的时候，常会造访一些日本时代的日式建筑。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酸民留言批评说，台湾人是不是被殖民久了，皇民化好成功啊？这么喜欢日式建筑，竟然还保留了这么多日式宿舍，还把它当作宝贝。还有些人会更恶毒的说，你们是不是得了恋殖症？事实上，台湾所以会保留这么多日式建筑，真正的原因其实跟这些人所批评的内容正好相反。所以我这一集的节目就是来破除这些似是而非的谬论。我就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有些人会批评说，台湾现在的总统府是日本时代的台湾总督府，那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象征，是一种国耻。韩国人在1995年就将朝鲜总督府拆得一干二净，夷为平地，而你们台湾人竟然把总督府当成总统府，还把它定为国定古迹。你们台湾人是不是被殖民得很成功？是不是到现在还在怀念日本殖民统治呢？对于这样的批评，那我就简单的回答你。台湾从1945年到2000年，有长达55年的时间是国民党一党执政，而且是完全执政，所以把总督府作为总统府，这是国民党决定的。所以这个问题，你应该是去问国民党，你们是不是在怀念日本殖民统治？那答案当然不是。所以真正的原因，这些批评的人根本不懂，只是在瞎批评而已。现在的台湾保存了很多日本时代的日式建筑，那主要当然是两大类。第一类就是所谓的政府公共建筑，那第二类就是所谓的军公教的日式宿舍。那谁能决定要拆除或保留这些日式建筑呢？那用膝盖想也知道，一定是跟国民党有关。因为从1945年到2000年这55年就是国民党执政。那为什么在国民党执政长达55年的期间，这么多日式建筑，特别是一些木造的日式宿舍，都已经老旧不堪了？那么国民党为什么不去拆除它，去改建它呢？尤其国民党是一个抗日的政权，是一个光复台湾的政党，又是一个很痛恨日本殖民台湾的政党。那为什么国民党要去保存这些老旧的日式宿舍呢？这个才是我们要探讨的原因，而不是在那边胡闹的批评说，哇，你们台湾人被皇民化的好成功哦，竟然还保留这么多日式宿舍。我今天就是要来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当然我们也都知道，台湾的军公教宿舍不一定都是日本时代的日式建筑，当然也会有一些民国40几年或是50几年新建的。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，原有的日式宿舍一定会不敷使用，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新建的军公教宿舍。但是台湾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去改建一些原有的日式宿舍。那为什么呢？当时的台湾经济已经起飞了，政府又不是没钱。那为什么国民党不拆除这些老旧的日式宿舍呢？毕竟这些居住在眷村的居民，大多数都是外省人，他们都是最支持国民党的。用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，眷村居民就是国民党的铁票部队。那么国民党，你为什么不照顾自己人，不将老旧的日式宿舍改建为新的大楼呢？我就先来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。我们都知道士林官邸是蒋介石总统的官邸，但是每到夏天的时候，因为台北盆地太炎热，他会受不了，所以他会住在阳明山的草山行馆。直到10月天气凉了，他才会再搬回到士林官邸。当然，我现在说草山行馆是现在的习惯用语。如果我这样讲，蒋介石总统在天字里一定会生气，他一定会纠正我说，你应该说是阳明行馆，因为我当年住在草山行馆，就是担心人家说我落草为寇，所以我就把草山改成阳明山。当然这是题外话，我们就继续讲故事。有一年的夏天，监察院长于右任就上阳明山去草山行馆求见蒋总统。
蒋介石看到于右任，当然很开心。哎，于老，你今天怎么有空上阳明山？那于右任就说：报告总统，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们现在的办公厅监察院是1915年完工，那是日本殖民政府兴建的，到现在也快50年了。我们这些监察委员呢，年纪渐大，有的楼梯都爬不动了，也常常在抱怨说，我们监察院什么时候才会改建成较现代化的大楼呢？毕竟监察院是中华民国5院之一，又位在市中心，把它改建成新大楼，这样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啊。蒋介石听了，就反问于右任：你看我在阳明山的这一座行馆，这也是日本人建的房子，原本是台糖株式会社的招待所。你们常称颂我是民族救星、世界伟人。那如果我在阳明山盖一栋总统行馆，里面有温泉游泳池，有三温暖，有小型高尔夫球场，那么你觉得如何？你觉得会不会有人反对，说这样太奢侈了？那于右任说：当然不会啊，您是总统啊，这个总统行馆这些本来就是最基本的配备，谁会反对呢？蒋介石听了就笑一笑的说：于老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这么做？于右任听了就回答说：总统，您太节俭了。你如果要盖一个这样的总统行馆，哪个官员敢有意见、敢批评的话，我监察院马上弹劾他。蒋介石听了就笑一笑，哎，于老，你真的不了解我的心意。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前几年，台湾省政府主席来找我报告说，想在台中雾峰新建光复新村，占地10公顷，作为台湾省政府的员工宿舍。而且每一栋宿舍都有规划庭院，美轮美奂。因为我们想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。我报告才听到一半，我就说：不用再报告了，准，赶快兴建。那于右任听了火气就有点来了，因为他本来年纪就比蒋介石还大，而且是党国元老。那他就问蒋介石说：这我就不懂了。我们监察院是5院之一，在行政层级上是比台湾省政府还高。那我想改建一下监察院，只是一栋房子而已。总统你就跟我打太极拳。那省政府要建10公顷的大片宿舍区，你毫不犹豫就一口答应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蒋介石听了以后笑一笑的说：于老，你就是没有政治头脑，所以你只能爬到监察院长这个位置。我问你，将来我们反攻大陆之后，总统府、行政院、监察院是不是要搬回南京呢？于右任说：当然啦。那我问你，台湾省政府要不要搬回南京？当然不用嘛。我们中央政府在台湾是临时性的，台北是作为临时首都，台湾是复兴基地。我们的目标是要打回大陆。如果你今年改建监察院，那我改建总统府，那台湾省同胞他们心里会怎么想？国民党就已经不想反攻大陆了嘛？你看总统府也在改建呢，监察院也在改建呢。那如果既然不反攻大陆，那么立法院、国民代表大会是不是就应该重新选举了？蒋介石这么一说，于右任就明白了。不过他跟蒋介石说：报告总统，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，这是于大为拜托我来跟你请求的。那蒋介石就说：那大为他怎么不自己来讲呢？那于右任就说：因为我是党国元老，那于大为认为我来讲可能会比较有效。那蒋介石说：那你说吧。那于右任就说：是这样子的，于大为说，军人驻守在金门、马祖战地前线，非常的辛苦，但是他们军眷在台湾住的日本宿舍也渐渐老旧了，是不是应该改建，让军人的眷属可以住得好一点？毕竟这些是军眷，那如果让他们的眷属能够住好一点的宿舍，那是不是可以提高我们部队的士气？那不像我们监察院，我们还好，我们每天就是泡茶、看报纸、拍拍苍蝇。其实监察院没改建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是我觉得照顾军人，改建一些军眷老旧的宿舍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。
蒋介石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下，然后就回答说：“我很能够体谅于大为身为国防部长要照顾军人及军眷的这种心情。不过这里有个故事，你带回去说给于大为听。”蒋介石就说，在汉朝的时代，汉武帝非常的喜欢霍去病，因为这个年轻将领很能打仗，百战百胜。所以有一天，汉武帝就对霍去病说：“哎，小霍，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成家了吧？不如我来做个媒人，我介绍一个貌美的公主当你老婆如何？”霍去病就推辞说：“谢谢皇上的美意，但是我还不想结婚。”汉武帝就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霍去病就回答说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你就把霍去病讲的这8个字带回去给于大为。以上我讲的这个故事是我自己创作的小故事，但是我想应该没有偏离史实。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多日式宿舍建筑的原因。一直到民国85年，立法院通过《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》，台湾才开始大规模的拆除日式宿舍。那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解除戒严法了，我们已经正式放弃反攻大陆的国策了。而且在这一年，台湾举行了400年来第一次的总统直选。而那个时候，政府开始对眷村的日式宿舍进行大规模的拆除跟改建的时候，很多眷村的子弟跳出来说：“我们希望能够保留部分眷村的日式建筑，因为毕竟这是我们生活的记忆。我们希望能够成立眷村文化园区。”因为对眷村的子弟来说，当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住在日式宿舍，其实只是把它当作旅馆，就暂住几年，等到反攻大陆就可以回乡了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从此台湾变成家乡，就永远的待下来了。第2代、第3代陆续在日式宿舍出生，所有人生的回忆都在这些老房子里面。他们当然希望会保存它，这也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。所以保存这些日式宿舍，真的跟是否怀念日本殖民统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另外，我也常造访台湾的一些日本神社遗址，这时候也常常会有人批评说，国民党因为痛恨日本人，所以把日本神社都拆光了。那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一种偏见，因为我从小到大，我曾经听过我父母批评过国民党的一些作为，让他们不满意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长辈批评说国民党拆除了日本神社，让他们很不高兴。因为我们台湾人本来就不拜这些日本神，像我们家拜土地公、拜妈祖、拜开漳圣王。那如果是泉州人，他们可能会拜清水祖师爷；如果是客家人，他们拜三山国王。就是没有人在拜日本神，所以国民党拆日本神社，对一般台湾人来讲根本是无感。而且我个人认为，1945年日本结束在台统治，如果当时台湾独立成功，那么我相信，在台湾的日本神社会被拆得一干二净，反而是国民党统治台湾，还保留了一些日本神社，让我们今天看得到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，失去大陆江山，带着200万军民来到台湾，所以军公教人员就暂时住在日本人留下来的日本宿舍。那革命先烈们的灵位呢？那就很抱歉，因为我们现在财政困难，所以只好暂时委屈各位先烈们，先住在日本神社里面。我们就把神社改名为忠烈祠，等将来国家有钱了，我们再改建忠烈祠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现在在台湾还能看到一些日本神社的遗迹。如果1945年台湾独立，那蒋渭水还健在的话，那他一定主张要把日本神社拆光光嘛，因为这就是台湾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精神。以上就是我今天Tony开讲的内容，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台湾保存了这么多日式建筑的真正原因了。
如果以后你在介绍日式建筑的时候，有人留言批评你是皇民化，是在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，你就贴这支影片的网址链接给他们看一下，教育一下他们，不要那么胡闹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